有一段时间，你可能习惯把一切的问题都指向自己。事情不顺，是不是我不够好？关系出现距离，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机会没有留下，是不是我还不够努力？这些念头看起来像是在反省，但在更深的地方，其实是一种持续的责怪。你的大脑会把这样的模式当成预设，让你在每一次经验里优先寻找自己的不足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环境里变得紧绷，因为你总是站在自己的对面。你一边想前进，一边又不断否定自己。那种内在的拉扯会让你的能量分散，让你即使很努力，却很难真正稳定地走下去。当你开始慢慢看见这一点，你会意识到，责怪并没有真的帮助你变得更好，它只是让你更疲惫，也让你更远离自己。当你在某一个瞬间不再急着评价，而是轻轻地停下来，对自己说，我可以先不责怪。这句话会在你的内在打开一个空间，你的大脑会接收到新的讯号。原来我不需要透过否定来推动自己前进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允许里慢慢放松，因为你不再处在被攻击的状态。当内在不再对立，你的能量会开始回来。那些原本被压住的感受，那些你真正的想法，那些你想前进的动力，会慢慢浮现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不再责怪，你反而更清楚自己需要什么，更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。这不是因为问题消失了，而是因为你终于站回自己这一边。你的大脑开始与你合作，而不是对抗。你的神经系统也开始支持你的行动。当这样的状态累积，你会慢慢感受到一种内在的力量。那不是来自压迫，也不是来自逼迫，而是一种稳定的推动，来自你愿意理解自己，愿意接纳自己，愿意在每一个不完美的当下，仍然选择不离开自己。你会在某一天明白，力量从来不是在责怪中诞生，它是在你停止攻击自己，愿意站在自己身边的那一刻，安静的，却真实的开始出现。而那份力量会带着你走向一个不再需要证明，也不再需要对抗的方向，让你可以稳稳的成为你自己。在那些看似安静的时刻里，你的内在其实并不平静。一个念头出现，另一个声音立刻反驳。你想前进，却又同时怀疑；你想相信，却又忍不住否定。这样的来回，在你心里反复上演。你的大脑会在这样的循环里持续运作，不断分析、比较、拉扯，让你的神经系统维持在一种消耗的状态。这种消耗不一定看得见，但你会感觉到疲惫，却说不上为什么。因为你的能量没有真正用在前进，而是卡在内在的对抗里。当你开始慢慢看见这一点，你会发现，让你停住的往往不是外在的困难，而是你在心里与自己对立。当你在某一刻不再急着分出对错，不再逼自己一定要立刻有答案，而是轻轻地停下来，让那些声音先存在。这样的允许会让你的大脑慢慢安静下来，你的神经系统也会从紧绷转为松动，因为你不再同时拉住自己往两个方向走。当内在的拉扯减少，你的能量
就会开始回到当下。你会发现，原本模糊的方向变得清晰，原本卡住的感觉开始流动。你不再需要用力推动，你只是顺着一种更自然的节奏前进。这样的流动不是来自外在改变，而是来自你停止消耗自己。你的大脑开始不再过度运转，你的神经系统开始稳定，让你的行动变得简单。当你不再内耗，你会有更多空间去感受，更多能量去创造，更多余裕去选择。你会在某一天明白，你一直以为需要更多努力，其实只是需要停止与自己拉扯。当你放下那种内在的对抗，你就像打开了一道原本关住的门，让能量自然流动，让你不再卡在原地，而是带着一种轻盈的稳定，慢慢走向前方。而那条路不再需要用力，它会顺着你与自己一致的方向，安静的持续延伸。在某些不被察觉的时刻，你其实一直在与自己对抗。当情绪升起时，你告诉自己不该这样；当疲惫出现时，你要求自己再撑一下；当内在出现不同的声音，你急着让它们安静。你的大脑会习惯这样的方式，把控制与压抑当成维持稳定的手段，但在更深的地方，你的神经系统却持续处在拉扯之中。一部分的你在感受，另一部分的你在否定。这样的分裂会让你的能量无法整合。你会觉得累，却不是因为做得太多，而是因为你一直在内在消耗。当你开始慢慢看见这一点，你会发现，真正让你失去平衡的，不是情绪本身，而是你与它的对立。当你在某一刻不再急着改变那些感受，而是轻轻地让它存在，你的大脑会接收到一个新的讯号。原来这些状态不需要被排除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允许里慢慢放松，因为你不再同时向两个方向用力。当对抗停止，原本分散的能量会慢慢回到一起，你会感觉到一种重新整合的稳定，不是压住情绪的平静，而是一种可以同时容纳一切的平衡。你可以有不安，也可以有力量，你可以感到疲惫，也依然能够前进。这样的状态不是完美，却是真实。当你允许自己这样存在，你的大脑不再需要持续修正，你的神经系统也不再过度紧绷，你的内在开始协调，让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位置。当这样的平衡慢慢建立，你会发现，你不再那么容易失控，也不再那么容易耗尽，因为你不再与自己分离，你开始站在同一个方向，让你的能量不再用来对抗，而是用来支持你。当你走在这样的状态里，你会在某一天明白，真正的平衡不是让一切安静，而是当一切存在时，你仍然与自己在一起，而那份在一起，就是你最稳定的中心，让你无论面对什么，都能慢慢回到自己，安静的保持完整。有些时候，你会很想把一切掌握在手里，让事情按照计划进行，让关系维持在你能理解的状态，让未来看起来清楚而稳定。你的大脑会本能地这样运作，它试图预测、安排、控制，让你远离不确定，让一切变得安全。于是你开始用力，反复思考，
不断确认，试着把每一个细节都握住。但在这样的过程里，你也会慢慢感到疲惫，因为你同时在对抗一件事，那就是生命本来就会变动。当你越想控制，内在就越紧绷，你的神经系统会维持在一种警戒状态，让你很难真正放松，也让你很难感受到事情自然发展的节奏。当你开始慢慢看见这一点，你会发现，你并不是需要更多控制，你只是害怕放开之后会失去方向。但当你在某一刻轻轻地松开一点，不再急着确定所有结果，不再强迫事情一定要照你的方式发生，你的大脑会接收到一个新的讯号，原来不确定也可以被承受。你的神经系统会在这样的松动里慢慢放松，因为你不再时时准备应对未知。当这份紧绷放下，你的内在会出现一种空间，让直觉可以浮现，让感受可以流动，让事情有机会自然展开。你会开始发现，有些答案不需要用力找，有些机会不需要刻意安排。当你在对的位置，他们会自己出现。这不是放弃，而是一种更深的信任。信任你可以回应当下，信任生命会带你走向适合的方向。当你愿意这样存在，你不再紧抓，你开始流动，你的选择变得更轻盈，你的步伐变得更自然。你会在某一天明白，你一直以为需要掌控，其实只是还没有相信。当你放下控制，并不是失去力量，而是让一种更大的力量开始运作，让你不再用力推动，而是顺着那股流动，安静地走在属于你的方向上。有些时候，你越急着知道答案，反而越感到混乱。你不停地思考，反复地分析，试着从各种角度拼凑出一个确定。你的大脑会在这样的状态里加速运转，让念头越来越多，让方向越来越模糊。你以为只要再多想一点，就能找到出口，但那份用力反而让你离答案更远。因为有些东西不是在快速中出现的。当你愿意在某一刻慢下来，不是放弃寻找，而是暂时放下追赶，让自己停在当下。你的呼吸，你的身体，你心里那些还没整理好的感受，你的大脑会在这样的节奏里慢慢安静，不再急着给出结论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从紧绷转为稳定，让那些原本被盖住的讯号有机会浮现。答案往往不是突然出现的想法，而是一种慢慢清晰的感觉。你会发现哪个方向让你比较安心，哪个选择让你比较贴近自己。这些感受不是透过逼迫得来的，而是在你愿意放慢之后，自然浮现的。当你开始信任这样的节奏，你就不再需要一直向外寻找确认，你会慢慢依靠内在的指引，让你的选择更稳，让你的步伐更踏实。你会在某一天明白，答案从来没有离开你，只是当你太快，你听不见。当你慢下来，你就会发现，它一直都在那里，安静的等你回来，等你用一种不再匆忙的方式，重新与自己相遇。而那一刻，你不需要再追，因为你已经站在答案之中，轻轻的明白了方向。在一些你没有特别察觉的瞬间，那个评价的声音
其实一直在运作。你做了一件事，它立刻出现，告诉你还不够好，告诉你可以更好，告诉你哪里又做错了。这个声音很熟悉，甚至让你以为它是在帮助你进步。你的大脑会把这样的批判当成一种修正机制，让你不断调整，不断优化自己。但在更深的地方，你的神经系统却因此长时间处在压力之中，因为你一直被检视，一直被要求，一直没有真正被允许存在。当这样的状态持续，你的能量就会慢慢卡住，你会变得小心，变得犹豫，甚至在还没开始之前就已经感到疲惫，因为你知道，无论做什么，都会被内在的声音否定。当你开始慢慢看见这一点，你会意识到，那个声音并不是你真正的全部，它只是过去某些经验留下的习惯。当你在某一刻不再立刻相信它，而是轻轻地对自己说，我可以先不批判，这句话会在你的内在打开一个空间，你的大脑会接收到新的讯号。原来我不需要透过否定来维持自己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转变里慢慢放松，因为你不再持续处在被攻击的状态。当批判减少，你的能量就会开始回流。你会发现，你更愿意尝试，更愿意表达，更愿意走向你想去的方向。不是因为你变得更完美，而是因为你不再消耗自己。当你允许自己不被评价，你就给了自己一个空间，去感受，去探索，去存在。而在这样的空间里，你的内在会慢慢变得流动，不再僵硬，不再停滞。你会在某一天明白，真正让你前进的，从来不是批判，而是当你愿意放下对自己的苛刻，让自己回到一个可以呼吸的状态，那股原本就存在的能量，就会自然的再次流动起来，带着你往一个更轻盈也更真实的方向前进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